如果我说现在的房价两极分化，相信没有人反对吧？那在前2年呢，我就说过这样的视频，我说未来房价一定是两极分化的。为什么？从这个人口流动的迹象来看呢，大城市的房价只会越来越贵，3、4线城市的房价呢，会因为人口的流失而慢慢的降价。包括2017年到2018年，3、4线城市的房价就是虚涨，是因为呢，当时很多炒房客，还有呢知名的开发商入驻到3、4线城市，但3、4线城市整体的体量是不足的，包括现在很多2线城市房价也在慢慢的下滑，房子的金融属性还没有完全退去，对吧？我们上学需要买房子，我们自己住需要买房子，我们的老人需要赡养，也需要一套房子，还有呢孩子结婚等等等等。总之呢，我们有各种理由需要买房子，但是如果你买的不对，有可能呢会成为你的负资产，甚至呢是赔本。那么在房价普遍下跌的情况下，到底哪些房子还能在未来当中升值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话题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第一类房子呢，就是市中心的房子。那么为什么市中心的房子能够保值呢？那只有2点，第一呢就是人口，第二就是配套。市中心的房子几乎是所有的类型都可以买啊，我们说的这个高层住宅，我们说的这个老旧的二手房，还有呢公寓、写字楼、商铺，这些都可以买。很多人呢理解不了这个问题。那我说3、4线城市在普遍下降，但是呢城市的房价呢也会分地段而定。比如说3、4线城市的郊区肯定是没有人买，对吧？但是你去看3、4线城市核心地段的房子仍然很火爆，它的价格呢在当地也属于是高价。包括3、4线城市的公寓、写字楼啊，这些呢几乎是没有空的。如果呢你恰好在市中心拥有一套商铺，那么我相信你的商铺是一直出租出去的，无非呢就是根据经济的发展，可能每一年的租金有所不同而已，但总之没有空的时候。那你相反呢去看这个郊区的房子，可能商铺很便宜，租金也很便宜，就是没有人租。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市中心的房子呢，不用说，就是每一天人来人往，人多啊。我们要看呢这个城市的消费情况，其实呢大多数如果有商圈的情况下，都会集中在市中心这个地段。那么你在这里买了房子，未来呢出手的时候很好出手，随着呢这个人流量的不断加大以及流动，那么房子呢升值的空间是非常明显。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啊，对吧？配套齐全，不管你出门是买菜还是呢乘坐交通工具等等，都会非常的方便。所以呢我们说买房子就是买地段嘛，对吧？你地段又好，你配套又好，那这样的房子为什么会贬值呢？我们可以参考呢大城市的核心地段的房产，你就知道了。其实呢3、4线城市的市中心就是呢1、2线城市核心地段的一个缩影。第二个方面能够升值的房子呢，就是郊区配套齐全的房子。很多人说不对呀，那你之前说的视频就是说郊区的房子千万不能买，现在你又说郊区的房子能买。注意，我刚才加的是郊区配套成熟的房子我们可以买。那其实呢这个是有区别的，尤其是在2线城市和3、4线城市，你买郊区的房子一定要注意，如果你的知识储备不到的话，很有可能房子就变成你的负资产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这几年我们知道呢，不管是1、2线城市还是3、4线城市，城市化率呢都在不断的扩大，对吧？每一个城市呢都在想尽办法去招商，去整修自己的城市，让自己的城市发展更好，吸引外来人口来这里定居发展。同时呢地方政府呢也有更多的收入。但是我们要想一点，老城区的房子我们现在拆迁拆不起，而且呢现在也不允许大拆大建，这和政策呢是不符合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很多城市就会另辟蹊径，就是开发所有没有开发的地方，称之为所谓的开发区，那么吸引呢大家来买房子。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，很多3、4线城市都是这么干的，但是呢那是完全割韭菜，吸引外地人，
直接被套牢的。我相信呢，屏幕前的各位有很多在当年在3、4线城市的郊区买了房子，听宣传呢说这个城市未来可能会修轻轨，可能会修地铁，可能呢会有国家级的项目等等。总之有各种理由呢，说明这个城市发展的很好，吸引你到这个城市来买房子。但如今4、5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房子也建好了，也交房了。那首先呢，可能你们会面临2个问题。第一呢，就是你的房子交房的质量是存在很大问题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这个房子真的完全就在郊区，可能呢周围没有什么工厂，也没有什么配套，也没有呢什么公交车。总之你在这里生活呢是非常不方便的。而且呢，大家都在这里买了房子，都是在这里投资的，所以呢房子入住率也很低。那这样的郊区我们就不能买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郊区能买，是说城市往下发展的一个郊区，也就是说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太大，交通压力也大，那怎么办？向城市的周边扩一扩。那么我们针对的是本地的购房居民，而不是所谓的外地人来割韭菜。那么一般这样的郊区它属于一个城市的末端，如果呢你进市中心也不会太远，所以呢这样的房子它周边的配套是十分齐全的，而且周边多以养老的项目为主。那么这样的房子入住率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呢在将来脱手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出手，这样的房子才是值得我们去购买的。还有第3类值得我们购买的房子呢，就是我们公认为的好房子。什么是公认为的好房子？就是说它的优点大于缺点，比如说楼层好，户型好，绿化好，对吧？整体的小区管理好，这样的小区是值得我们购买的。什么叫楼层较好呢？那不同类型的房子呢，楼层的选择也不一样。多层的我们去选3到4楼，如果呢1楼有带院子的，我们可以呢选择1楼带院子的。如果呢是花园洋房啊，多层呢带电梯，我们也可以买顶楼加阁楼，或者说顶楼复式的房子。那么小高层呢，我们就选7到11层就可以了。对于32层的电梯高层呢，我们就选10层到20层左右的楼层就可以了。那什么又是户型合适呢？就是南北通透，屋里面的浪费面积比较少，而且呢进深和面宽的比例是合适的。面积有什么选择呢？我们选择一个主流的面积，就是90到130平，这样的面积呢是主流的面积。而且呢你要谨记，我们买房子呢不要去买这个道边房啊，不要呢去买这个低楼层的房子，不要呢去买腰线层，不要呢去买设备层等等，把这些缺点规避了，那么你所买的房子就是所谓的好房子。这样的房子呢住起来非常舒服，而且未来呢变现非常容易。但前提是呢位置在第一位，只有有了位置，你的房子金融属性才会不断的显现出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